2026年5月29日，巴萨官宣签下安东尼·戈登，合同5年，转会费官方并没有公开，但根据国外知名的媒体报道，估计转会费最高大约8000万欧元。这就抛出了一个问题：一个英格兰边锋，上一个赛季在英超只打进了6个进球，为什么能让巴萨花到这个价格？巴萨阵中并不缺少边锋，队内有拉菲尼亚、亚马尔和拉什福德，但主教练弗里克为什么偏偏选中了戈登？如果只看戈登在英超的进球数，这笔交易确实很难理解。可如果把戈登职业生涯和欧冠数据放在一起，你就能明白为什么弗里克需要戈登这样的球员。戈登拥有踢前场多个位置的能力，他可以作为拉菲尼亚和亚马尔的轮换，也能充当中锋，拥有非常丰厚的战术价值。他为纽卡斯尔出场了欧冠12场，打进了10个进球，就体现出他极高的进球能力。戈登职业生涯早期过得其实并不顺利，从埃弗顿的太子到叛徒，再到纽卡斯尔的崛起，最后被巴萨签下。那么今天这期视频就让我们来一起聊聊他的故事吧。戈登出生在利物浦，这座城市有2种足球颜色，红色的利物浦，蓝色的埃弗顿。他的青训启蒙是在利物浦，但是他没有留下来，因为小时候的戈登身体太瘦太单薄，被认为很难真正的踢出来。这件事放在现在来看像一个笑话，因为今天的戈登最被看重的东西恰恰是身体优势，他有冲刺，有对抗，有高强度比赛里的持续消耗能力。可在利物浦青训的时候，他反而是因为身体条件不够突出，被青训淘汰过1次，但被利物浦淘汰没多久，是这座城市的另一支球队埃弗顿收纳了他。一个从利物浦青训离开的孩子，穿上了埃弗顿的蓝色球衣，这不是普通的青训转换，在莫西塞德这样身份变化本身就带着一种特殊的意味。他的足球之路从埃弗顿重新的开始了。2017年12月，埃弗顿客场对阵阿波罗利马索尔，那只是欧联杯小组赛的最后一轮，埃弗顿早早就提前出局，比赛本身没有太多决定性的意义，但对16岁的戈登来说，那是他第一次真正走进一线队的阵容大名单。比赛第88分钟，他替补登场，他以16岁286天年龄，成为少数能代表英格兰俱乐部出战欧联杯的16岁球员之一。这看起来是戈登不错的职业生涯开始。可职业球员的困难在于，很多年轻球员出场不代表实力就被球迷认可，也要需要拿出相应的表现。因为很多年轻球员都会有这样的时刻，第一次出现在名单里，第一次上场，第一次被球迷记住名字，但从被看见到被需要，中间隔着一条很长的路。戈登也是一样，之后的几年，他没有变成埃弗顿的核心，他经历过租借，也经历过等待。真正让他被更多人记住的，不是某一个华丽的进球，而是埃弗顿最混乱、最狼狈的那段时间。21到22赛季，埃弗顿陷入保级泥潭，那支球队问题很多，成绩非常的不稳定，气氛紧张，主教练的更替，球迷的焦虑。对于年轻球员来说，这种环境并不友好，因为你没有太多的试错空间。球队一旦接近降级区，给年轻球员试错机会就会减少，因为每场比赛都是生死战。年轻人想要成长，但俱乐部在这个阶段不会有耐心等着你慢慢成长。在这样的背景下，戈登与俱乐部的矛盾也慢慢的浮出水面。他当时还不是一个成熟的攻击手，他最后一脚不够稳定，数据也不够漂亮。在2022年4月，埃弗顿主场对阵曼联，那场比赛戈登打进了全场唯一的进球，埃弗顿1-0赢下了曼联，拿到保级路上非常关键的3分。那个进球不算漂亮，但放在那时埃弗顿处境里，它就变得非常重要，因为当时的埃弗顿正好需要一个能在关键比赛里进球的球员，而戈登就是在那样的环境里第一次真正成为球迷眼里的希望。但是帮助球队保级成功的戈登并没有迎来一次体面的对待，因为戈登离开埃弗顿的方式并不顺利，也不愉快。2023年1月，纽卡斯尔想要签下他，那段时间戈登连续缺席埃弗顿的训练，后来埃弗顿官方公告里也提到他提交了正式的转会申请。这件事让很多埃弗顿球迷很难接受，因为在他们眼里，戈登不是一个普通的球员，他是青训出来的孩子，是在保级战里被寄予希望的人。当球队还在混乱挣扎时，他却选择离开，而且以这样的一种方式离开，球迷自然会觉得被伤害。所以他去纽卡斯尔的时候，身上其实背着2层的压力。第一是转会费，纽卡斯尔大约花了4000万英镑将他签下，对一个还没有稳定打出顶级数据的年轻边锋来说，这价格很容易被质疑。第二是身份，他不再只是埃弗顿青训的希望，而变成
成了很多埃弗顿球迷里的离开者，甚至是背叛者。这就是戈登职业生涯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他离开埃弗顿不是带着祝福离开，戈登自己说过，他对埃弗顿宣布他离队时的草率方式感到失望，并称自己在上赛季为球队保级立下了汗马的功劳。而真正改变他职业生涯轨迹的，也正是这次看起来充满争议的转会。刚到纽卡时，戈登并没有立刻踢出身价，这非常正常。一个年轻球员从保级队来到一支节奏更快、要求更清晰的球队，不可能马上适应。更何况纽卡当时正值上升期，每个位置竞争都非常激烈。但主教练埃迪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他没有把戈登当成一个单纯靠边路单挑吃饭的球员，他看重的是戈登的强度，是他无球的冲刺，是他能不能在高压体系里反复的执行战术任务。在埃弗顿，戈登像是在乱战里的年轻斗士，到了纽卡，他开始变成一个更清楚自己职责的体系球员，这也是他真正开始成熟的地方。以前他给人的感觉是很有冲劲，但不够稳定。后来到纽卡，他的跑动不再只是情绪化的向前冲，而是更有目的的冲击空间。他知道什么时候该拉边，什么时候插身后，什么时候压迫中卫，以及什么时候回撤接应。他慢慢变得更加成熟。23到24赛季是戈登在纽卡的突破的赛季，他在英超打进11颗进球，被评为纽卡赛季最佳球员。这不是一个小小的奖项，因为那一年纽卡里并不缺乏优秀的球员，但戈登用一个赛季的稳定表现，把外界对他的看法扭转了过来。从纽卡是不是买贵了，到纽卡终于发挥出他的价值，这个变化不是靠一场比赛完成的，是戈登靠着自己的努力，一场一场进球，让球迷看到了他实力的证明。在纽卡爆发之前，戈登其实已经在英格兰青年队证明过自己。2023年U21欧洲杯，英格兰夺冠，戈登被欧足联评为赛事最佳球员，这也是一个重要的节点，因为这说明了戈登并不是突然被纽卡包装起来的球员。在英格兰这一代年轻球员里，他很早就已经被看作英格兰未来的重要拼图。但戈登和很多英格兰天才又不太一样，他不是那种一拿球就让人觉得天赋异出的球员，他没有贝林厄姆那种中场压住比赛的气场，也没有福德那种细腻到让人一眼记住的脚下感觉。戈登的强往往没有那么显眼，他可能是在对方后卫刚准备出球时第一个冲上去压迫的人，也可能是在队友抢下球的一瞬间第一个启动冲向身后的人，还可能是在球队丢球之后立刻回追到本方的人。在现代足球里，教练越来越看重的就是这些东西，因为比赛速度越来越快，空间也越来越少。一个边锋如果只会站在边路等球，价值也会变得有限。而戈登的特点是他可以不用一直拿球也能影响比赛，这就是他后来能被巴萨看中的核心原因。回到开头的问题，巴萨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买下戈登呢？如果只看英超进球数，这笔交易当然会显得离谱。25到26赛季，他在英超只进了6个进球，放在8000万欧元这个价格面前，他显然好像没有这个实力。但问题是，巴萨看的不是单一的数据。戈登在25到26赛季各项赛事打进了17颗进球，其中欧冠表现就非常突出。这说明他并不是没有进球，而是他的价值分布不只体现在联赛进球上，更重要的是他特点非常适合弗里克。弗里克的球队需要前场有强度，边锋不能只负责拿球过人，还要压迫，要回追，要从身后，要在转换里第一时间制造威胁。戈登恰好是这种球员，他上场踢左路，也能在需要时客串中路，他也可以在贴边拉开宽度，也可以斜插禁区。他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站着等球的边锋，而是一个靠不断移动制造空间的球员。巴萨已经有亚马尔这样的天才持球点，他们不一定还需要一个同样大量球权的边锋。所以戈登这笔转会不能只理解为巴萨买了一个英格兰边锋，更准确的说是巴萨为弗里克的比赛方式买了一个高强度的前场多面手。当然，这笔转会并不是没有风险。戈登过去最舒服的比赛环境是英超，那里节奏快，转换多，空间相对更开放。纽卡也非常的适合他，因为埃及的球队会给他大量冲刺和反击空间。但巴萨有点不一样，巴萨的很多比赛要面对密集的防守，对手不会总是给你身后的空间，你必须要在狭小区域里处理球，在连续传递里保持耐心，在很高的舆论要求下踢球。这对戈登来说是新的考验，他能不能把英超冲击力带到西甲？他能不能在
巴萨控球体系里减少失误，提高最后一传和最后一脚射门？他能不能承受巴萨球迷对8000万欧元新援的期待？这些问题现在都还没有答案，但这也正是戈登故事有意思的地方。他过去的几次被质疑都不是靠一句话回应。被利物浦放走之后，他在埃弗顿重新开始，在埃弗顿保级泥潭里，他把自己踢成了球队的希望。带着争议离开之后，他又在纽卡斯尔把身价踢了回来。现在他要面对的是更大的舞台。这一次问题不再只是他能不能够在英超立足，而是他能不能在巴萨这样俱乐部里证明自己不只是体系的消耗品，而是真正能影响比赛结果的核心投资。巴萨看中的可能恰恰不是一个已经完成的巨星，而是一个还在上升，还能继续被塑造，而且已经证明自己不会轻易停下来的球员。从埃弗顿的保级少年到纽卡边路的核心，再到巴萨8000万先生，那么这就是安东尼·戈登的故事。如果视频让你更加了解他，欢迎点赞分享。这里是节目，我们下个故事再见吧，拜拜。